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10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1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地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2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
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器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
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3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了。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杨业被俘以后，绝食3天3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16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
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今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16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4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从他当上皇帝的第1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4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
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2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1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8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2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
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玉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3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2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玉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
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钱，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道燕山山脉南部的紫荆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4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1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
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蒙古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
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2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3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好。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
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契丹、女真与蒙古3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3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3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陆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